王十三郎开始紧紧地盯着五竹的手。当他发现自己在这个奇怪的瞎子面前什么都改变不了时，他开始紧张地注视着范闲的身体。当范闲咳嗽时，他的心也凉了半截儿。然而紧接着，他发现范闲还活着，这个事实让他不禁对范闲佩服到了极点，也终于明白了范闲在雪山下不顾自己和海棠反对时的信心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但是范闲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不担心被面前这个蒙着黑布的瞎子杀死。王十三郎不相信，因为他清楚地看到范闲附在身后的双手一直在微微地颤抖。然后王十三郎看着青石街的方向略退了几步，拉远了与二人之间的距离。他看见了范闲的手势，也担心自己的存在会不会破坏了范闲的安排，让那位瞎子大师发生异变。范闲的心情没有完全放松，他紧紧地盯着五竹叔眼睛上的黑布，试图想从对方的表情上看到对方心里正在不停回转的疑问。然而片刻之后，他发现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因为五竹叔的脸依然是那样的漠然，而且眉宇间的气息是那样的陌生。不是一直冰冷便可称为熟悉，五竹这一生也只对范闲笑过数次。然而此刻神庙前五竹的漠然却是真正的陌生。范闲的心微微下沉，而他的身体也随之下沉，相当自然地坐了下来，就坐在了神庙门前的钱穴里。他根本不在乎咽喉上的那柄铁签随时有可能杀死自己。很奇妙的是，五竹也随之坐了下来，坐到了神庙的门口，一个人孤单地坐在那里，就像是挡住了所有世间窥视的眼光，千年呼啸的风雪。铁签依然在五竹的手中平直伸着，就像是他自身的小臂一样稳定，停留在范闲的咽喉上。或许他就是这样举10000年也不会觉得有多累。但是范闲觉得很累，尤其是五竹叔冷漠而坐，却一直没有开口说话。或许这个冰冷的身躯里那颗心有些许暖意，然而却始终没有热起来。这个事实让范闲感到疲惫，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唤醒这位最亲的亲人。他这一生最善心战，最出色的2场战役自然是针对海棠和皇帝老子。海棠最终是败在他的手里，而强大若庆帝却也是在范闲的心意缠绕下不得安生。即便是父子反目，却也是让皇帝陛下心上伤痕处处，直欲碎裂而安。今次再上神庙，试图唤醒五竹叔，毫无疑问是一场最地道的心战，然而也是范闲此生最困难的一场心战。因为五竹叔不是凡人，从身躯到思维都不是凡人，他是传奇，他是冰冷，他是程序，最关键的是他什么都忘了，把自己和母亲都忘了。五竹陷入万古不变的沉默之中，更为范闲的企图带来了难以琢磨的困难。没有对话，如何能够知晓对方思维的变化？怎样趁虚而入，直指内心呢？看对方的表情，察言观色。可是五竹叔这辈子又有过什么表情呢？沉默很久之后，范闲极为悲伤地叹了一口气。你遭人洗白了，亏你还是神庙的传奇人物，明明你比庙里那个老头子层次要高，咋个还是遭人洗白了呀？唉。在范闲看来，有感情、有自我思维、自我意识的五竹叔本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自然比神庙里那个掌控一切却依然只知道遵循狗屎4定律的老头要高级许多。只是看来神庙对于从此出去的使者有种谁都不知道的控制方法，不然五竹也不会变成没有人味的机器。虽然五竹当年的人味也并不是太足。我叫范闲，那些天前就说过了，虽然你忘了，但我想跟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和你有关，和我也有关，希望你能记起来一些什么。当然，就算你记起来了，也许你无法打破你心灵上那道枷锁，但我们总要尝试一下。至少你不想杀我，这大概是你本能里的东西，挺好不是？范闲顺着笔直的铁签望着冰冷的五竹叔的脸庞，想笑一笑，却险些哭了出来，强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复了内心的情绪，然后开始说道：
很久以前，有个长得挺漂亮的小女孩，在这间庙里和你一起生活，你还记得吗？五竹叔手里纹丝不动的铁签尖随着范闲的深呼吸一进一缩，奇妙无比，却依然贴在范闲的咽喉上，就像范闲说话时咽喉的颤动也陪伴着铁签发生着位移，只是这种移动极其微小，甚至小到肉眼都无法清楚地看到。范闲也不理会五竹叔究竟还记得多少，平静而诚恳地继续述说着与五竹有关的故事。那个带着他离开了神庙的小姑娘，他们一起去了东夷城，见到了一个白痴，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去了儋州，见到了一群白痴，外加一个太监白痴。再然后的故事，天空的雪缓缓地飘洒着，给神庙四周带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神圣感觉和悲壮感觉。神庙里那位老者或许在通过无声的方式不停地催促着五竹的行动，而范闲时而咳嗽，时而沉默，异常沙哑疲惫的声音却像是完全相反的指令，让五竹保持着眼下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坐在神庙的门口。渐渐的，白雪盖上了两个人的身体。五竹明明靠近神庙檐下更近一些，但身上的积雪更多一些，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体温度比较低的缘故吧。天气越来越冷，范闲身上的雪化了，顺着皮袄向下流着，寒意沁进了他的身体，让他咳嗽得更加频繁。然而他的话语没有丝毫中断，依然不止歇地述说着过往，一切关于五竹的过往。那辆马车上的画面总像是在倒带。范闲咳了两声，用袖角擦拭了一下已然化成冰屑的鼻涕，虽狼狈不堪，但眼里的亮光没有丝毫减弱。他知道这场新战便在于与神庙对五竹叔的控制作战，他没有丝毫放松的余地。在儋州你开了一间杂货铺，不过生意可不大好，经常关门。你脸上又总是冰冷冷的，当然没有人愿意照看你的生意。范闲有些酸楚地笑了起来，沙哑着声音继续说道：当然我愿意照看你的生意，虽然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不过你经常准备一些好酒给我喝。说着说着，范闲自己似乎都回到了重生以后的童年时光。虽然那时候的儋州的生活显得有些枯燥乏味，奶奶待自己也是言中有词，不肯放松功课，而且儋州城的百姓也没有让他大杀四方的机会，只是拼命地修行着霸道公爵，跟着费先生到处挖尸体，努力地背诵着监察院的院务条例以及执行细则，还要防着被人暗杀。然而这毕竟是范闲这两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不仅仅是因为儋州的海风清爽，茶花满山极为漂亮，也不是因为冬儿姐姐的温柔，四大丫鬟的娇俏可人，最大的原因便是因为那间杂货铺，杂货铺里的那个冰冷的瞎子少年仆人，悬崖上的黄花，棍棒下的教育。